女孩头一次离家出走，饥饿得快要命丧黄泉，无奈下，她拿出吉他在街头卖艺。可天不遂人愿，她不仅没有一点收入，还被人当着面偷走行李。她拼了命地追上前，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没能追到。她只好在陌生城市里无所依靠的四处流浪。绝望之际，背后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。她转头一看，一个笑容满面的男人帮她寻回了被偷走的包袱。女孩激动万分，不知该如何回报，可包里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。失望后的希望再次落空，她愁眉不展的空欢喜一场。出于同情，男人邀请她来不远处的营地吃个晚饭。可今天经历了太多，她犹豫片刻后谢过男人的好意，最终不情愿的选择回家。男人只好失落的离开，消失在女孩的视野中。可女孩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个好心的男人将彻底改变她的一生。在汽车里，她忍着饥饿昏睡到晚上，却被马路上的喧嚣吵醒。她这才想起回家的打算，可汽车里的油箱早已空空如也，仿佛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。他只好顺着马路求救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他才发现夜幕长路的边上围坐着一群人。在人群中，他欣慰地再次见到那个男人，男人也一眼认出了女孩，热情欢迎他的到来。晚饭总算是有了着落，他也很快加入到其中。大家围坐在篝火旁，闲聊起各自的传奇。原来这群人跟女孩一样怀有音乐梦，可不同的是，他们已经在全国巡演了10余年，不像女孩没有一点名气。她在离家出走之前，靠在小酒吧里唱歌的微薄收入，才勉强维持住生计，同时还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。每天花出去的钱都在提醒她放弃音乐，但她仍然坚持不懈，不愿认清残酷的现实。她想到在互联网上发布原创歌曲，却没人点赞，也没人关注。久而久之，家里很快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，她也终于到了崩溃的极限。她把自己出不了名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得了肺癌却还在抽烟的母亲。可母亲早就看不起女儿的工作，悔恨生了这么一个没出息的种。女孩穿心刺骨般难受，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家出走，游荡在居无定所的陌生城市。可她仍然没有停止追逐音乐梦，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卖艺，在别人的舞台厚着脸皮唱歌，可没人听也没人打赏，还被人偷走了行李，最终连一口饭都吃不起。然而她似乎感动了上天，遇见了自己的命中注定。那个叫大卫的男人不仅抢回了她那被偷走的东西，还免费给她提供饱饭，甚至不介意她住进自己的房车。渐渐的，两人产生了微妙的感觉。凭借这种感觉，他们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。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天边，他们漫步在四处无人的树林山间，寻觅创作音乐的素材。冥冥中，他们的手靠得很近。女孩情不自禁地想去牵住男人的手，可男人正全身心寻找创作的源泉。女孩只好压住躁动的心，林间枯木纵横交错，她不慎刮伤手指头，本是不起眼的小事，男人却细心处理她的伤口。没想到在这手指触碰的期间，两人眉目传情，似乎已经心照不宣。可随着关系的进展，他们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鸿沟。从山下爬到山上，他们来到露天的废屋房顶，俯瞰绿水青山，接着开始编词作曲。可就在这暧昧的两人世界中，男人不慎说漏嘴，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因为音乐梦的问题，现已经分居两地。虽说跟妻子不常来往，但简单的几句话却让女孩心如刀绞。片刻后，他把心碎写进歌曲，他把难过弹进旋律。见女孩已经进入音乐的世界，男人连忙在纸上开始记录歌词。可一阵大风扫走了手中的纸张，同时也扫走了女孩的忧伤。在荒诞的困难面前，他们用荒诞对抗荒诞，将即兴发挥的韵律写在手臂的皮肤上，用饱含真情的歌声诉说爱而不得的遗憾。泪目将至，他们不得不回到现实，准备离开此地。这一天，他们玩得很开心。男人无论如何都要推荐女孩加入乐团。面对他含情脉脉的眼神，女孩已然开始分不清真实，开始飘荡在模糊不清的关系中。这晚，男人带着女孩去见乐队，在幽暗的小巷尽头，围着一群玩音乐的人，见到好久不见的同伴。演奏的人把乐器交给男人，男人轻轻拨动今天刚编写的曲调，示意女孩一起表演。女孩略显羞涩，但机会难得，她勇敢地走进舞台区域，接过吉他开始唱歌。歌声情意绵绵，娓娓动听，每一个旋律都征服了在场所有人，不禁让人们觉得他们是一对情侣。女孩从未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乐队的正式一员。在唱完歌后，男人牵着她的手来到四周无人的角落，偷偷为观众的称赞而高兴。可这次分不清现实的是男人，他缓缓向前靠近，深情地看着女孩的眼睛。他从刚刚的歌声中被女孩的心意打动，他决定先发制人的表白。可是他毕竟是有妻之人，女孩以开玩笑的方式体面的回避。可到了第二天的早上，他感到了后悔，见熟睡中的男人，他不好意思打扰，只好拿起吉他坐在外面创作新歌打发时间。而此时男人迷迷糊糊的醒来，只听到那歌声传入耳中，渐渐的他便听得入了迷。可歌声戛然而止，男人连忙打开了车门，装作刚刚起床。可几番打探后，才知道他的宝贝吉他被调了音，犯了错的女孩俏皮的往外跑。
他时不时的放慢脚步，让后面紧跟的男人能够追上，直到跑进一片树林，他才停止了逃跑，然后猝不及防的亲吻男人，以此表明自己的回应。这一天，他们两情相悦的待在一起，成了一对真正的情侣，开始不同于以前的交往。他们骑着摩托跑到无人的景区约会，本以为能有一个愉快的下午，却没想到男人突然间变得郁郁寡欢，在他愁眉不展的神情中，似乎隐瞒了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直到在一次乐队成员的聚餐上，深知男人为人的老队员一边嬉皮笑脸的讲笑话，却一边说着男人入队时的风花雪月。女孩听到后变得闷闷不乐，她开始怀疑男友的忠诚。渐渐的，她变得咄咄逼人，哪怕是一点小事，她都会生气。这天，他们一如既往的写歌作曲，可两人编歌的节奏快慢不一，从而以此为开端，宣泄出最近的不愉快，相互争论一些明知答案的问题。可他们不过是想让对方只属于自己而已，这些毫无意义的怨言只会把他们推向关系的边缘。面临分裂之际，唯有音乐将两人的灵魂再次拉拢。他们通过即兴创作的歌词倾诉对彼此的忠诚，渐渐的他们如释重负，同时也恢复了冷静，然后把爱而生恨的感情写进新歌，并且唱给大庭广众。在第一次的误会解除后，女孩特别想知道有关男人过去的一切，于是男人用歌声讲给她听，他在人生低谷时当过银行员，当过餐厅服务员，他向往自由，热爱音乐，没人能阻止他追逐梦想的步伐。可创作的灵感枯竭，导致他没有好的作品。直到遇见这个叫蒲公英艺名的女孩，他才终于有了继续追梦的动力，终于又再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。这天他准备了一个惊喜，是时候带女孩去造访一位老熟人。老熟人十分乐意帮忙录制音乐，女孩被这份惊喜所打动，她在录音室里面大发光彩，从而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唱片。她离出名的梦想迈出了第一步，她为此高兴到想要单独待上几个小时。可这不经意间跟男人分开的第一次，将成为她跟男人形影不离的最后一次。女孩来到远离城镇的山丘，在沟壑交错的地方感受世界，寻找男人曾找过的那份自由。可这里除了寒冷就是孤独，她只好失落的回去。可男人犹如人间蒸发，即便找遍了几乎所有知道的地方，都不见男人的身影。可今晚的巡演耽误不得，女孩只好忧心忡忡的前去排演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越来越感到不安。尽管她将今晚第一次登上人生的舞台，她也要在找到男人后才肯练习。同伴见她失魂落魄的不断打电话，他们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，便说那男人不久前在车站边的旅店开了房，或许218房间能找到答案。女孩隐隐约约察觉到不对劲，却仍然顺着地址走进了旅店。她忐忑不安地注视一个个的门牌号，在走廊的尽头找到了218号房。于是她敲了敲门，而开门的正是那个消失的男人。现在乐队所有人都在等着排演，需要她赶紧过去，可她却一脸诧异地压低嗓子，编造各种理由打发走女孩。可屋里传来小孩叫爸爸的声音，以及走来叫老公的女人。这一幕狠狠地把女孩打回了现实，她这才幡然醒悟，同时她的心也碎了一地。她所爱的人重新回到了不常联系的家庭，她所爱的人竟想方设法地赶她走，甚至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。她怅然若失地看着前方，眼里打着泪花，然后她一个劲地往外跑，在人群密集的街道上低着头掉眼泪，遮遮挡挡地躲避路人的目光。当回到排演的场地时，这里已经四处无人。她瘫坐在来之不易的舞台上，终于忍不住的崩溃，撕心裂肺地哭出了声。可同样穿心刺骨般难受的还有男人，他正为自己做过的一切不断忏悔。他无法割舍有了孩子的家庭，他不得不放弃坚持不懈的梦想，不得不放下旅途中遇见的真爱。他跟家人离开了旅店，离开了梦幻般的世界，而那个被他抛弃的女孩已经离家出走太久。他带着一身的伤痛，憔悴不堪地回到家里，一言不发地坐在母亲的身边，伤心地道歉。可在母亲的眼中，只要他能回来，一切都安好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女孩尝试走出悲伤，可一想到这些日子欠下的贷款，她就不得不回到打工时的酒吧，但这已经没有她的岗位。曾经和蔼可亲的前台对她粗鲁无礼，可见到女孩气愤的模样，还是给她重新唱歌的机会。经历了太多的不幸，她早已没有了当时的稚嫩，歌声比以往更加的坚定。可她看到的仍然是没有未来的出路。在座的观众没有一个人认真听他唱歌，没有一人在意他的努力。于是他果断地把每一个观众都骂了个遍，因此毫无疑问地丢了饭碗，还被人拍成视频传到网上出了丑。他对自己的原创音乐失望透顶，他那坚定的心变得破碎不堪。然而就在他彻底放弃之时，疾病缠身的母亲愿意为女儿的梦想放手一搏。即便目前无任何成果，母亲也会掏光家底支持到底。女孩从母亲那得到了希望，她凭借自己那第一张被认可的唱片，寻找记忆中创作时的灵感，这让她不得不把跟男人在一起时的所有感触，通通又重新回忆了一遍。渐渐的，她写的歌洒满了整间房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凭借着这些歌词，终于出了名。她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乐队，还开始在全国各地巡演。她的歌不再多愁善感，而是变得跟她的艺名蒲公英一样，无论在何种艰难险阻中，都能带着希望飞向逆重生的远方。